贵阵营都有派人在现场盯哈，我们也都照相存证哈。那么其实重点是，今天这不是个爆料大会，我认为电视机观众前面的朋友看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爆料，请问你到底改善了台北市民什么样的生活？到底帮助台北市民解决什么问题？那么我想跟您报告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出来选举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要面对，我一再强调，我们要面对民众的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我用这种爆料的方式，你攻我，我攻你。因为很简单，我们是在竞选台北市的市长，而不是全台湾最酸的名嘴。好，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您报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也希望呢，从现在选举剩大概不到3个礼拜啊，我们可以回归市政的这个议题。所以我在此再一次诚恳呼吁你，你愿不愿意我们再来举办一次辩论？也可以是三立电视台，也可以其他电视台，我们再来辩论，专门针对市政议题。因为有时候听到您提一些市政议题的时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看一个笑不出来的黑色喜剧哈。那么我们认为很多人也希望能够了解您这些比较奇特的一些市政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就这个来辩论，来跟大家说明我们要把台北市带向什么地方。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希望您这边或者包括您的总干事，我刚看到他也坐在这里可以，我们再安排一个时间再来辩论，好不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换到连胜文先生提问，时间1分钟。我想柯先生，您曾经说过，您不是浅绿而是墨绿哈。那您也曾经说过，当选市长的时候就是释放陈水扁最好的时机哈。那么当然，您现在又开始说了要重开机 reset 哈。当然过去都不算，现在重新开始。但是我要跟您报告，山寨机重新开机之后还是山寨机，它不会变成一个 iPhone 哈。同样的，台北是最重要的这个淮南市场必须要改建。那么你也用重开机的态度在看待，要摊商不管是零售啦、批发，都先搬到河堤外的这河滩地上。这些摊商只要遇到台风、下大雨，就必须在堤防内外搬来搬去。你的重开机不是就是在欺负摊商，造成消费者极大的不便利吗？而且你又说你要划掉台北市的5000个停车位来做别的用途，你这样会造成这个市民停车上更大的困难。那你这样又是要重开机，将来做错又说重开机重新开始吗？市民就是这样子倒霉，被您这样折磨吗？谢谢，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3分钟。我说过我是墨绿，当时是为了向这个社会证明你的枪伤是真的。我这样讲是为了台湾社会的和谐。可是你今天在讲我是墨绿的时候，你是在撕裂这个社会，谋的是你个人的政治利益。我看待陈水扁跟看待你一样，你们都是我的病人。做一个医生，你们就是病人而已。我在对陈水扁也是这样。我有关陈水扁我过去的讲话，我说阿扁病人，我说阿扁有精神病，我说阿扁是个废人。我讲的有不对吗？我讲的跟台北种种、跟台中种种诊断书有哪个地方是不对的？后来21个中央研究院院士也都联名签字了。在医学上，阿扁的问题不用再去讨论，他就是一个病人，他已经变成废人了。但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可以讨论的。作为一个台湾的知识分子，我当然是他的医生，我对他的医学问题我已经说明了。但是今天郝市长也坐在这里，连郝市长都主张保外就医，我还没有讲那么清楚，我只是一再的呼吁说，让陈水扁死在狱中，符合台湾社会最大利益嘛？这是个政治问题，大家要有政治智慧去处理。刚才你在讲蔡正元的时候，你还是躲避的问题。如果用一个不正当的手段来打这一场选战，请问，如果真的当了市长，你会用正当的手段去执政吗？我要问的是，蔡正元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得到我们内部的资料？你作为他的主帅，他的行为你同意吗？你赞成他这样做吗？你认同吗？你知道吗？还再讲一遍，如果在选战过程当中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在打这场选战，如何期待他当选后能够用正当的手段来执政？有关环南市场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都可以讨论。环南市场当然相当复杂，穿西装改西装很困难。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主张一次改建，不要花10年了，因为10年实在太花时间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我们本来就比较急了，所以常常是想说能不能一次解决。
事实上，搬到核炭地的确每年遇到台风的时候，可能要停驶2、3天，这我非常清楚。但是这是一种讨论，甚至换个地方去也可以。我倒觉得是这样，在政治上是可以讨论的，对错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我也相信，我是一个相信良心的人。我常常讲说，我在加护病房工作的30年，当加护病房的门关上的时候，只有上帝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是很相信良心。我也是在这场选战当中，我每次都跟我的支持者讲说，只有2个原则：心存善念，尽力而为。我也希望说，大家都用一种同样的态度来打这一场选战。谢谢。